火星弟弟华晨宇做客可翻倾听。那当你第2年考进这音乐学院的时候，是不是觉得有点如释重负？半个月，我就开始不想去学校了。有没有自己的这个人生的规划？没有。其实我觉得我当一个乞丐，我也会很开心。可是他们说你家里条件很好，所以你刚才那个假设也不太存在。还可以，对，小康偏上吧，就是也没有那么的好。所以我就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去参加选秀，选秀就是一个名利场。本期可翻倾听，一个来自地球的火星男孩继续诉说蓝色时代变迁，小鲜肉如何进化为火星人。回首快男选秀之旅，萌生退役差点让他错失冠军，难言之隐而今首度公开。凭借超高人气和影响力，他已然跻身福布斯榜，连开3场万人演唱会，他的底气究竟从何而来？登陆春晚，亲临格莱美，助阵朗朗，35秒售空演唱会门票，以及不可思议的新歌首发点击量，他正在创造娱乐圈里的新奇迹。当书籍名嘴曹可凡遇上90后火星小孩华晨宇，2个时代的思想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？戴上方方正正的黑框眼镜，标志性的呆萌一笑，一个来自地球的火星男孩准备出发。2009年，华晨宇参加了高考，一心想上武汉音乐学院的他，却因文化课的1分之差，与这所心仪的高等学府失之交臂。虽然他的分数仍然可以到其他不错的音乐类院校就读，但华晨宇却坚定的要考上武汉音乐学院。你决定去考武汉音乐学院，是觉得自己在音乐上面确实是有 talent 的，有天赋的。我是因为我喜欢音乐，我才要考音乐学院。即使我第1年没考上，因为我第1年文化分差1分啊，差1分就差1分就没进去。对，文化分差了1分。就是专业是可以的，专业过了，对啊。但是那文化课是什么考的不好？是政治考的不好，好像是语文嘛。语文考的不好，因为语文要背，我语文就不行。对，这个，所以你第2年才去考，等于是这样，就是复读1年嘛，是吧？对，我当时决定复读是因为，其实我考上了其他的学校，我考上了就除了武汉音乐学院，我考上了其他的音乐学院，但是我还是其他音乐学院是考取的，对，但是我懒得去，因为我说我不想跑，我不想跑到外地去，我说那我就再复读1年吧，反正复读也没什么。然后我复读这1年，其实我也并没有拼了命的学习，我并没有就是我一定要今年无论如何我都要考上，我并没有这样，我还是该是吃好喝好，该睡好，我都还是该怎么生活。你日子过得还挺滋润。对，我让自己保持一个非常平静的一个心态，然后去复读，然后呢，但有没有想过这次如果再考不去怎么办？如果考不取的话，我就读我能考上其他的学校，反正有后备。对，反正我就认了。如果都没考上的话，那就算了，也没，因为确实考不上了就没办法了。因为我觉得，我并不认为一定要你的成绩是最好的，你就一定是最有出路的。我觉得每一个人生下来，必然有一件事情是他能够做别人做不来的。所以我觉得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是能够找到一个我自己能够让我自己所适应的一件事情来去做。那当你第2年考进这音乐学院的时候，是不是觉得有点如释重负？对，我考上了之后，我就觉得很开心。我最激动的其实不是因为我考上了一个1类大学，而是因为我一想到我当时拿那个通知书，我就想，哇，整个学校全是搞音乐的，就是我可以随便见到一个人，我就能跟他聊音乐。我觉得我当时想那个画面，我就太激动了。我当时就哇，非常非常的激动。那你到了学校以后啊，你觉得跟人家比自己这个水准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？其实我进了音乐学院之后，我就开始上了半个月的学，我就开始不想去学校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。其他人都不行。我跟他们有交流过音乐，就是我很难跟歌手聊音乐。对，因为学什么专业？我学唱歌，我学流行音乐。就是流行音乐唱歌。对，所以你那个班里都是学唱歌的，所以你就觉得跟他们谈不拢。因为大部分的歌手他们在跟我聊天的时候，我的同班同学跟我聊天，说花花，我跟你听一首歌，你看这个人唱的是不是特别厉害？然后呢？因为他们在选择性的去听歌和唱歌、演唱一些作品，都是选择那种很
很有唱功的歌，比如说他们可以不用考虑这首歌好听还是不好听，他们只用考虑说哇啊这个人唱了好多转音就是各种转音，然后或者是说哇这个人的歌，这个人能唱好高的音啊，哇塞，就是挑这样的作品去，他们根本甚至不在意这个歌到底好不好听，他们只要觉得哇这个人唱的牛，他们的理念就是歌的好听和不好听在于这个人唱的高不高，有没有技巧。就是在于这个点，所以我那你通常喜欢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音乐？我喜欢的，我喜欢听古典音乐啊，对，然后而且我私下听的时候，电台就国外的电台，他会每天放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，就是放的国外的一些音乐，什么风格都有，那个什么说唱的呀、摇滚啊、hip hop， 然后抒情的歌什么都有，就是我什么风格都听。对，你后来去参加这个选秀节目啊，之前有没有自己的这个人生的规划？我将来想做一个什么样的音乐人？没有，没有。我上学的时候从来没有考虑过我要干嘛，我未来要干嘛。我不想这些，因为我不想去思考我的未来是怎样，因为我觉得走一步算一步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我不太追求名利和金钱的人，就是我有多少钱我就可以过多少钱的生活。我没即使我觉得我当一个乞丐我也会很开心，就是因为乞丐也活着在，我觉得只要活着，只要你活着，你总是能找到一个让你舒服的方式来去生活。所以我就觉得我在上学的时候，我就每天就是吃好睡好，然后虽然我上学的时候是我的父母来供我，他们来花钱来养着我，然后但是我就觉得我毕业之后怎么样我都能找到一份工作，对，哪怕我去到一个偏远山区里面当一个小的音乐老师，我也 OK 的。就是我觉得怎么样都可以，就是一定是很快乐的。可是他们说你家里条件很好，所以你刚才那个假设也不太存在。但是我并没有，对，我家庭条件，还可以，对，小康偏上吧，就是也没有那么的好，也不是没有坊间传的那么好。对，也就是普通一点点，不为名不为利。对。所以我就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去参加选秀，选秀就是一个名利场。我在参加快男之前，有很多的比赛，就是那一年举办了很多的比赛，其实每一个比赛，都有找过我，但我全部都是说，我不要，我说我不参加比赛的，我就拒绝了所有的比赛，唯独快男这个比赛，不一样的是，他们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并没有跟我说要去参加什么比赛。而是说你好，你是华晨宇吗？我说我是啊。我们现在在你们学校附近的一个餐厅吃饭，你要不要来吃？我当时因为是刚好放学，我当时就站在那个餐厅的门口，肚子也有点饿，那就进去吃吧。我一看，我说哇，好巧啊！然后我说好啊，我说那你请我吃饭，我干嘛不去啊？然后我就挂了，我就进去了。我进去了之后呢，就跟他们在一起，他们请我吃，点了好多好吃的，哇，然后他们就跟我聊天聊，我就觉得他们人很好。后来他们说，哎呀，你来长沙吧，你来长沙玩吧。然后长沙可多好吃的，什么臭豆腐啊，什么，因为我没有去过外地。然后我说他们什么臭豆腐啊，然后什么虾呀，反正就各种好吃的东西。然后我就说，哇，我说好，我说那我一定要去一次。然后他们就请我过去，然后我说那我一定要去，我就去了。所以你看到海是个什么样的感觉？我第一反应是赶快尝一下那个水是不是很咸的，然后真尝了，尝了一定要尝一下。尝什么感觉？咸的，它真的是咸的。那几位姐姐，你跟谁是最谈得拢、沟通最？秦姐啊，就许晴是吧？我觉得她就是跟我都是共同。广告很短，不要走开。对华晨宇来说，收获快男总冠军后，马不停蹄地受邀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，可以说是人生中的一大幸事，着实惹人钦羡。2014年1月30日，华晨宇在马年央视春晚真情现场，在那遥远的地方。无论大小，
不论方圆，只要站在音乐的舞台上，华晨宇就能展现出自己非凡的音乐才华。除此之外，在出道半年的时候，他参与录制的真人秀《花儿与少年》，似乎也希望在公众面前展示一个更真实的自我。他将自己许多对于人生的思考带入了旅行中，在实践中检验真知。那你参加这个，比如说这个《花儿少年》这样的一种真人秀，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？你就去玩去了？对，我就是去玩，我没上过真人秀，我那个时候我才出道半年，然后我去花少的时候，他们导演组一开始是找到我的时候是问了我一大堆的问题，说花花你有没有出过国？我说没有。他说你的英文好吗？我说不好。然后他说那你有没有自己坐过飛機？我說我也沒有自己坐過飛機。他說如果把你一個人放在機場，你會怎麼樣？我說那我可能會丟吧。然後他說你這麼大你都沒有。他說那你旅遊過嗎？我說我也沒旅遊過，因為我從來沒旅遊過。對，然後他說好吧，就是問了我一大堆問題，我都是不會，不能做不到。然後呢，他們就還考慮一下，就過了2天之後就說就要我去。可能他們希望我就是什麼都不會，就是可能得有這麼一個小弟弟在吧。哪些這個細節你覺得現在想起來挺有意思的？我旅途嘛，那我太多了，因為我第一次出國啊，而且我也沒有我沒有見過海。對，你連海都沒見過？我沒有見過大海。對，我第一次見到大海就是上花少的時候，在哪兒？好像在西班牙的時候，我們去了海邊，那是我第一次看海，我從來沒見過海。這個簡直不可思議啊！因為我說過我以前是一個不愛出門的人，對，我也不會。你爸爸也沒帶你出去旅遊過？我爸爸要工作，我也不愛旅遊。我爸有說過說你過年的時候放假，說你要不要去哪兒去玩，給你點錢你去玩。所以你看到海是個什麼樣的感覺？很激動啊，很激動啊！我當時我第一反應是趕快嘗一下那個水是不是鹹的，然後嘗了，真嘗了，嘗了，一定要嘗，因為第一次看海嘛，那我一定要親身去體驗一次，對不對？這嘗什麼感覺？鹹的，它真的是鹹的。海水是鹹的是嗎？當然。我可以去喝它嗎？喝吧。我嘗一嘗。好，他第一次到海。真的是鹹的。我知道是海水是鹹的，這個是書本上教的，老師也會說海水是鹹的，但是這是別人告訴我的，所以你就要嘗一下是吧？但是對，我覺得所有的東西我懂，但是都是別人告訴我的，可是告訴我的時候，我為什麼就一定要去認可你，就要聽你的？我覺得這是不對的。所以中國人講這個紙上得來終覺淺，因為你從來沒有出過國啊，所以哪些城市對你來說這個是真的是刻骨銘心？就是意大利的那個托斯卡納，那個它的一個農莊，那裡是讓我是所有地方裡面我最愛的一個地方。那天我就記得我一到那個托斯卡納那個農莊裡面，我就坐在了一個那個木頭搭起來那個欄杆，我坐在那上面。我的眼前全是山和水，然後天特別的藍，然後就是我眼前除了大自然什麼都沒有，然後我就覺得哇，那一瞬間我的腦裡面全部都是旋律，我在那整整坐了一整天，我沒有哪裡都沒去。那腦子裡出來多少歌？好，太多了，我真的無數個旋律，對。但是我都沒有記下來，我全部都沒記下來，但是都在我腦袋裡面。那幾位姐姐，你跟誰是最談得攏、溝通最？琴姐啊，就許晴是吧？對啊，為什麼呢？因為她可能是我們兩個人都是，因為我跟琴姐都是水瓶座吧，就是會有很多想法都是很共通的。對，比如說呢？就是我們兩個人在聊一些生活上，就比如說我們的理念，對於藝術的理念，就是感覺就好比他說演戲跟音樂其實是共通的，你一定要讓自己不斷的去放空，你要讓自己能夠學會享受孤獨，這些東西都是我說跟我想法完全一樣，但是跟我想法完全一樣的時候，但是這些話平時都是我自己在想，但是結果我從另一個人那裡聽到了我經常說過的話之後，我會覺得哇，
好神奇，是不是？你觉得好像在镜子当中找到了另一个自己对的感觉？所以我看到晴姐会格外会不一样，我会觉得她就是跟我就是共同的。这个大概是我人生经历当中第一次跟90后来探讨人生啊。我们俩来探讨人生吗？啊，哎，我的这就是人生嘛，因为你很多逻辑很好玩。对，我相互学习嘛，就是我觉得自我感觉比较良好。精彩继续，马上回来。在这个已经被小鲜肉占领半边天的娱乐新时代，凭借着呆萌可爱的鲜肉气质、张扬百变的霸道台风、别具一格的创作灵气，火星弟弟华晨宇引得万千少男少女为之疯狂。出道至今，这一个来自地球的火星男孩，在被人关注的同时，也极其细致地观察着这个世界。他将思维深处的暗潮汹涌融入到自己天马行空的音乐想法里。但是他对地球生活的追求绝不止于此。面对这个纷繁复杂、熟悉又陌生的世界，华晨宇渴望去感受它的真实存在。在很短的时间里啊，你从一个普通的大三的学生变成了一个偶像的艺人啊，自己有没有适应这种巨大的变化？其实我觉得我没什么变化，对，因为我。就是我怎么讲？就是我觉得我上学跟我现在没什么区别，对，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变化，我也没觉得我现在跟以前比起来有多么了不起，我也没觉得。对，我刚刚就说，我说什么样的生活我都能过得很开心，即使是即使成为一个乞丐，也许我也能过得很开心。真的，不是因为我家庭好我才能敢说这样的话，不是这样，是因为我真的不在意这些。我不认为吃牛排的人就一定要比吃白菜的人要牛一些，就高人一等，我不这样认为。如果因为这个是外界告诉你的，牛排很贵，白菜很便宜，所以可能吃牛排就会很厉害，很牛。但是如果说没有人告诉你这两个牛排跟白菜的价钱的话，只有一个医生跟你说吃白菜会对身体好，吃牛排也许它会对身体没有那么好，那也许可能所有人都会以为吃白菜就会牛一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社会告诉你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我就是这样理解的，就是因为我从小我说我没有父母在身边，所以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靠我自己。那靠我自己的时候，我是没有信任的人的，就是我没有得到能够给我具体答案的人没有，因为都是我自己来认知，所以我所有的认知，所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，就是当所有人在教我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的第一反应先是否定它，就是我说，老师会跟我讲课，会跟我讲书上的一个课本上的知识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先否定它。我说，如果假设这个问题它答案不是正确的呢？就像我刚刚说的。所有人都要告诉我海水是咸的，那我去了之后，我一定要尝一次海水是咸的。只有我尝了之后，我才知道它一定是咸的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一定要先否定它。万一它不是咸的呢？那如果这个告诉你这是毒药，你非得吃一次吧？对，不，那就不会了。那个跟逻辑也不通啊。对，但是跟生命是挂钩的。太绝对。对，我只是说它跟生命挂钩，我就不要去沾了嘛。万一真的呢？我不想去冒这个险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只是这样一说，然后所以我养成这样一个习惯之后，然后我为什么要讲这个？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来着？我不知道，我也忘了。我们是聊到什么我才要说这个？就是讲这个变化。哦，对，变化，所以我觉得没什么变化啊。我怎么讲变化？我扯这么远。我觉得我今天好，我们再回来啊。你觉得90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群？还有就是说，90后你们怎么看80后？因为我不太清楚所有其他的90后是怎样的，我只能说我自己的感受。我自己是，反正我能认可所有的东西。对，就是不管是好的与坏的，或者是正面的、负面的，我都能认可。我能够去接受所有的因果关系，就是能够理解这些东西。因为我并不是一个有经验的人，因为我年龄毕竟摆在这里，也许我可以有很多的想法，但是想法只是想法，它不一定能结合到实际中来，因为它结合到实际一定是需要经验的。
就好比我每天会有稀奇古怪的想法，我会跟我的团队说，但是我还是会听从，最终我会听从他们的意见。对自己人生有什么规划吗？希望自己将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没有，都是没有，你都是随缘啊，是吧？对，我觉得每天都过得挺好的。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。对，我觉得我现在过得挺好的。对啊，我每天都过得挺好，我就这样过着，我也挺好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？就是什么叫做挺好？我满意我的生活啊，我满意我的什么样的生活你才是满意的？现状啊，现状。什么样的现状你是？就是吃饱睡好，对，能够吃好喝好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想睡觉就睡觉，不想吃东西不吃东西。就希望过那种比较无拘无束的生活。对，没有任何烦恼。对，所以我一直都是这样生活的。我不管上学好还是现在出道了工作也好，都是这样的。你希望别人怎么看你呢？看我无所谓吧，怎么看我都行吧。对，我不在意这个。对，看我喜欢我也好，看我不顺眼也好，都 OK 的。对。所以看你顺眼的人你理解，看你不顺眼的人我也能理解。你还是理解。对，因为本来就是每一个人所有的事情他都是有两面性的嘛。挺好玩的，这个大概是我人生经历当中第一次跟90后来探讨人生啊，让我学到很多东西。我们俩探讨人生吗？啊，哎，我的这就是人生嘛，对吧？对，所以我觉得你挺简单，挺好。对，我觉得你可以学到一些我们年轻人的想法，对，因为我是年长的人嘛。你在我这里肯定是年长的人，你对是真是事实嘛？对，跟你倒头酒。那真的那对你是年长的人。我觉得今天这个访谈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意义是让我去了解90后，他们心里的想法。也许你未必能够代表所有的这个年龄群啊，至少让我了解一个90后的一个年轻人，他心里想什么啊？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们做主持人来说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。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天对话的一个有价值的地方啊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谢谢你。我也谢谢你，曹老师。我觉得刚刚我们两个人聊天，我也学到了很多，真的。因为就像你说的，它不能是绝对的东西。我就觉得，哎，对，是吧？它就是这样，不能这么。因为你很多逻辑很好玩。对，我相互学习嘛，就是我觉得，对，不太谦虚，相互学习。因为肯定是相互学习的，因为我觉得我能从任何一个人那里学到东西。OK， 所以我觉得我肯定是也一定是有独有的想法，是曹老师你没有的，所以你肯定也是能对，自我感觉还比较良好。好的，谢谢全宇，好，谢谢曹老师，谢谢曹老师。谁又能赶上